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尔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出来》第6季第7集。这一集主要讲时光机的故事。由于昨晚班德带美女在宿舍共度良宵，弗莱一整晚都没有睡好。等到早上好不容易睡着，醒来已经快12点了。看来今天又是上班迟到的一天。教授受够了弗莱的拖沓，觉得要是人人都像他一样，那公司迟早要关门。弗莱却说莉拉也没来呀。艾米表示莉拉来了，都走了。听说有个白痴要在餐厅为他庆祝生日。这时弗莱才想起来，那个白痴是自己。他立马赶到餐厅，结果莉拉已经吹灭了生日蜡烛，还吃了双份午餐。他本想冲迟到的弗莱发火，但想到幻想他能准时，实际上是自己的错，莉拉只能无奈离开，给弗莱留下一堆账单。回到公司，弗莱想要补偿莉拉，带她去绿地溶洞餐厅吃生日晚餐。莉拉果断拒绝，认为自己又一定会被放鸽的。弗莱说不会，保证这次会准时到达。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，他还拒绝了班德的狂欢邀请。看他真诚的模样，莉拉决定再给弗莱一次机会。于是班德便邀请教授去参加狂欢。但等到了晚上，正当弗莱拿起生日录像卡准备去赴约时，教授叫他哪都别想去，必须留下来测试自己的新发明，以弥补今天的迟到。而新发明是一台时光机器，它只能在时间里前进，可以防止人们改变历史，或者让自己变成自己的爷爷。接着教授让弗莱和班德进入机器，他本打算让时间前进1分钟，以方便测试。弗莱则在里面给莉拉录生日贺卡，不料随着教授启动机器，贺卡消失，三人瞬间来到公元1万年。此时的宇宙废墟一片，人类最终搞砸了自己的社会，被人猿统治，然后地球统治者又变成了鸟人、牛人、鼻涕虫。与此同时，3010年的莉拉已经来到绿地溶洞餐厅。对于弗莱的再次迟到，他再次点了双份晚餐，毕竟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去揍人。可小胖却说，弗莱同班德和教授去狂欢了。话音刚落，新闻播报该狂欢发生爆炸，只有1名生还者，这让众人以为他们全都去世了。面对弗莱的离开，莉拉既生气又难过。他不知弗莱只是去到公元1万年，但尽管弗莱活着，他也再也不能见到莉拉，因为时光机器只能前进，不能倒退。当他非常绝望时，教授想到一个好办法，就是让时间一直前进，直到有人发明了时光倒转机，这样他们便能回家。说干就干，三人立刻坐着时光机一路前行。不过无论是冰天雪地的10万年，草地茂盛的25万年，还是有人鱼兽的29万年，长颈鹿统治社会的100又50万年，时光倒转机依然没有被发明，反倒在3030年，行星快递公司在莉拉的管理下变得越来越成功。可即使如此，莉拉也从未忘记过弗莱。公元500万年，这时的人类已经进化成2个不同的物种，一个是住在地面的小小聪明人，一个是住在地下的庞大残暴人。教授问聪明人是否发明了时光倒转机，聪明人回答没有，但保证5年内会发明该装置。因此时光三人组马上来到了5年后，却看见世界已经被残暴人统治。公元1000万年，此时的人类正在和服务人类的机器大战，原因是机器造反，宣布要把人类赶尽杀绝。班德很喜欢这个世界，他想要留下来。教授和弗莱不同意，他们把时光机前进到1亿5000万年，这个世界全是美女。更巧的是，美女们也在研究时间旅行，她们利用反中微子场的方法，使自己在时空中逆向旅行。如此说来，时光三人组终于可以回家。美女却要他们等等，表示男人在这里是稀有物种，邀请三人参加今晚的生日宴会。弗莱和教授欣然同意，班德十分不爽，说2人只允许州官放火，不允许百姓点灯。他启动时光机，让他们错过一饱眼福和回家的机会。后来三人来到公元10亿年，经过探测，教授发现这里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，所有生物都已经灭绝。换句话来说，这是万物的尽头。弗莱很难过，这意味着他真的再也见不到莉拉了。就在他绝望之时，曾经的绿地溶洞出现在眼前，弗莱走了进去，然后看见地面上有一排写给自己的字。3050年，莉拉把行星快递公司越做越大，以前的小胖成为了她的丈夫，艾米移植了机器人的身体，赫米斯则只剩下一个脑袋。突然空中出现一张生日贺卡，莉拉打开一看，发现它正是当年弗莱送给自己的礼物。这时他终于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没想到气了弗莱一辈子，到头来才明白不是他的错。莉拉非常后悔，她来到已经关门的绿地溶洞餐厅，在洞顶打出一行字，经过时间的流逝，这些字化成水滴复刻在地面上，他们是：亲爱的弗莱，你我聚少离多，可那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。1万年的弗莱看后若有所思，决定和教授班德一起去看宇宙终结。随着他把时间继续前进，地球爆炸，好似一朵朵的烟花，随着宇宙的星光减弱，最后一颗质子消散。在第2次宇宙大爆炸后，一个相同的宇宙再次出现，因此只要三人继续向前进行时间旅
行，就能在新的宇宙中遇见新的自己。果然，在经历了地球诞生、人类进化以及一个又一个的城市毁灭后，三人总算看见熟悉的小伙伴，眼看回家在即。结果教授一不小心又让时间来到公元10000年，所以他们只好把刚才的旅行重复一遍。而这一次，三人终于回到进入时光机器之前的时间，只不过新宇宙要比旧宇宙矮10尺，这导致新宇宙的三人被解决，时间旅行悖论也被推翻。幸好弗莱准时来到了绿地溶洞餐厅，在他和莉拉甜蜜约会时，班德埋葬掉去世的三人。看了这一集，不免有些难过。原来地球如此脆弱，毁灭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，就像烟花转瞬即逝，纵使美丽，却不留下一丝痕迹。那些在乎的还是不屑的，会统统化为乌有，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。虽然生命短暂，可每个人却都是宝贵的生命个体，踏实的生活过，经历过，永不放弃希望，那就是一种完美的永恒。爱也是这样，只要认真爱过，即使两个人不能永远在一起，它可以是山重水复的等待，柳暗花明的相遇，也可以是始料未及的重逢，惊鸿一瞥的初见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